歡迎來到新興消息頻道，請訂閱頻道，所以大家不要錯過當天最熱門的新聞。我們今天的時事通訊包括以下內容：現場失控，徐凱被粉絲撕衣，譚松韻情緒爆發，上海活動發生了什麼？在娛樂圈，粉絲應援早已不是新鮮事，鮮花、燈牌、接機、應援口號，這些曾被視為愛意表達的行為，如今卻頻頻演變為令人不安的安全隱患。而近日發生在上海某高端商場的一起明星活動事故，再次將粉圈文化是否已經失控這一問題赤裸裸地擺在公眾面前。這起事件的主角是當紅男演員徐凱以及其合作演員譚松韻。一件被撕裂的白色襯衫，一場失控的人群，一次被無限放大的情緒反應，迅速點燃了社交平台，也撕開了娛樂產業長期被忽視的暗面。據多方信息顯示，事發當日下午，徐凱與譚松韻原定在上海浦東某高端商場出席新劇宣傳活動。官方公布的流程顯示，這是一次限額約300人的預登記粉絲見面會，場地、安保與動線均按照常規活動配置。然而，問題出現在提前到達這一細節上。有粉絲在社交平台實時更新行程，稱2位演員提前抵達商場。消息迅速擴散，原本未在名單中的大量粉絲聞訊趕到，導致現場實際聚集人數遠超預期。在缺乏足夠安保人員、未及時封控入口的情況下，外圍粉絲突然向活動區域湧入，形成瞬間擠壓。原本用於隔離的圍欄被推倒，秩序在短時間內完全崩潰。多段流傳出的現場視頻顯示，當徐凱與譚松韻下車後不到1分鐘，便被密集的人群包圍，大量手臂從四面八方伸出，有人試圖觸碰，有人試圖靠近合影，甚至有人直接拉扯衣物。畫面中，徐凱明顯被擠壓的行動困難，安保人員試圖圍成保護圈，但在人數差距下幾乎形同虛設。目擊者稱，至少有數名粉絲在推擠中摔倒，甚至出現短暫昏厥的情況。而最具象徵性的畫面是徐凱身上的白色襯衫被多隻手同時拉扯，最終撕裂變形。據時尚圈人士透露，該襯衫為某歐洲設計師品牌的限量定制款，價值不菲，但在這一刻，衣物的價格顯然已不再重要。如果說事件本身已經足夠驚險，那麼真正引爆輿論的是隨之而來的另一重指控。部分現場目擊者聲稱，在混亂過程中，譚松韻也曾抓住徐凱的衣服，並在某個瞬間用力拉扯。這一說法迅速在網絡上傳播，並被部分粉絲解讀為情緒失控，甚至遷怒同伴。然而，關於這一行為的動機，存在完全相反的解讀。支持譚松韻的一方認為，他是在試圖將徐凱拉回到相對安全的位置，避免其被人群拖走。也有人指出，在極度混亂和恐懼的環境下，任何人的肢體反應都可能失去理性判斷。也有少数聲音質疑，譚松韻當時的動作是否包含焦慮、恐慌甚至憤怒情緒，但這一說法已被雙方工作室明確否認。多名目擊者表示，譚松韻在現場情緒明顯激動，多次高聲喊話。問題在於，他究竟在喊什麼，成為另一個輿論分歧點。有人稱他在要求安保加大保護力度，有人稱他是在斥責粉絲後退，注意安全。還有極少數傳言稱，他的情緒部分指向徐凱本人。對此，雙方團隊迅速發布聲明，強調所謂對同伴不滿的說法毫無事實依據。從心理學角度來看，在高密度人群中突然失去安全邊界，大腦會迅速進入應激狀態。恐慌、憤怒、失控並非性格問題，而是生理反應。不少網友也指出，將一位女性演員在危險情境下的激烈反應簡單標籤為情緒化，
本身就帶有明顯的性別偏見。事件發酵後，一個更深層的問題被反覆提及：粉圈文化是否已經越界？徐凱與譚松韻因此前合作積累了大量 CP 粉，磕 CP 本是娛樂消費的一部分，但當部分粉絲開始對演員產生強烈的佔有慾、排他性，甚至試圖控制敘事，危險便隨之而來。業內分析指出，現場的混亂並非單一粉絲行為，而是多股粉絲力量同時湧動的結果。有人想靠近偶像，有人想證明自己最重要，有人甚至想搶佔話語權。當應援從情感支持演變為身體接近，界限便已經被突破。網友觀點對立，誰該為這場事故負責？在社交平台上，輿論迅速分裂為幾大陣營：一、強烈譴責失控粉絲，這已經不是追星，是危險行為，撕衣服那一刻已經構成騷擾。2、質疑活動主辦方與安保，300人的活動為什麼支配這點安保？管理方明顯低估風險。3、為譚松韻辯護，他也是受害者，被圍在人群裡，誰還能保持冷靜？4、極端粉圈互撕，少數言論將矛頭指向演員個人，引發粉絲間對立，被普遍認為是最不理性的聲音。業內人士指出，這並非孤立事件，近年來多起明星機場、商場活動的安全事故已經暴露出行業通病：活動過度依賴粉絲自律，安保預算被壓縮，風險評估流於形式。當明星被視為流量入口，而非需要被保護的人，類似事故就難以避免。這件襯衫最終成為一個象徵，它象徵着明星在公共空間中逐漸消失的安全邊界，象徵着粉圈文化從情感支持滑向危險接觸的臨界點，也象徵着娛樂工業在流量與責任之間尚未給出清晰答案。隨着事件持續發酵，越來越多法律界人士加入討論，將焦點從情緒爭議轉向更為關鍵的問題：責任歸屬。多名娛樂法務律師指出，從現有公開信息來看，此次事故並不屬於不可抗力，而是典型的風險評估失誤與管理疏漏疊加的結果。首先，活動主辦方對現場人數的預估明顯不足。儘管官方稱活動為預登記制，但在粉圈高度信息流通的當下，任何行程的提前曝光都可能引發人數激增。如果沒有預案，一旦失控，後果便難以挽回。其次，安保配置與明星咖位、粉絲體量嚴重不匹配。徐凱作為當前人氣一線演員，其線下活動本就屬於高風險場景，僅依靠常規商場安保，本身就存在巨大隱患。法律人士強調，如果現場確實出現人員受傷情況，主辦方與承包安保公司均可能面臨連帶責任。在討論中，一個不太常被提及的視角逐漸浮現：藝人本身是否也成了這套娛樂系統的消耗品？長期以來，公眾往往默認明星習慣被圍觀承受力更強，甚至認為這是成名的代價。但事實上，在高強度曝光與密集行程下，藝人面對的安全風險遠高於普通公眾的想象。徐凱此次被圍困的畫面，讓不少業內人直言後怕：如果有人跌倒未被及時救出，如果踩踏進一步擴大，後果將難以估量。而譚松韻的情緒反應也被不少同行視為真實到殘酷的瞬間。一位匿名制片人表示，如果你真的在那個位置，就不會再糾結他表情好不好看，只會想着怎麼活着離開。值得注意的是，在同樣的危險情境下，網絡對男女藝人的解讀卻呈現出明顯差異。徐凱的反應被普遍描述為無助、驚險、值得同情，而譚松韻的反應卻被部分輿論放置在是否得體、是否失控的放大鏡下。
有網友一針見血地指出，如果換成男演員大聲喊人，可能只會被說有擔當。雙引號，這種差異並非首次出現。女性藝人在公眾場合展現強烈情緒，往往更容易被貼上負面標籤，而忽略情境本身的危險性。事件後期，粉圈之間的對立逐漸升級，從最初的安全討論演變為立場站隊。有分析認為，這種轉變並非偶然。部分營銷賬號與自媒體在流量驅動下刻意放大譚松韻拉衣服這一細節，將複雜事件簡化為對立敘事。當理性討論被情緒標題取代，事件本身的核心問題——安全、制度、責任反而被邊緣化。每一次類似事件發生後，行業內部都會出現反思聲浪，但現實往往是風頭一過，一切照舊。然而，這一次輿論的持續時間明顯更長，原因在於這並非單純的粉絲衝突，而是直接觸及人身安全紅線。多家經紀公司已被曝開始重新評估線下活動模式，減少開放式商場活動，增加封閉場地與實名制管理。但這些調整能否長期執行，仍有待觀察。截至目前，事件並未出現進一步升級，相關人員也均未公布嚴重傷情，這或許是不幸中的萬幸。但正如一位網友所言，這次沒人出事，不代表下次也能這麼幸運。雙引號，徐凱被撕裂的襯衫，譚松韻被反覆解讀的表情，已經成為這個時代娛樂生態的一個切片。追星本應是一種欣賞，娛樂產業本應在創造快樂的同時，承擔起保護人的責任。當距離被打破，當秩序被忽視，當情緒被無限縱容，所有人都可能成為下一個被推入危險中心的人。或許是時候停下來問一句：如果熱愛需要以恐懼為代價，它還值得嗎？結語：這不是一場簡單的明星被圍觀事件，它是一記警鐘。當追星不再以尊重為前提，當管理之服務於熱度，當情緒被無限放大卻無人兜底，下一次被撕裂的可能就不只是衣服。娛樂圈或許該認真問一句：我們到底在縱容什麼？而粉絲也該重新思考一個問題：你愛的究竟是一個人，還是你對他的佔有慾？